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是5月28日，这一集是我们直播的第157讲，也刚好是直播的满3周年了。3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凡走过呢，必留下足迹呀。这些足迹全部都在 YouTube 里面成为历史了。回首3年前几位朋友建议我要开直播，那我那时候是一切随顺因缘那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就答应说，那我们就讲5集试试看那时候我心里也是想说，讲个5集应该也差不多的啦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的啦就可以歇歇收看的啦不过那时候因为疫情已经开始了嘛大家都被行动管制在家里不能出门所以心灵呢很空虚工作很不稳生活很惶恐生命又受威胁所以呢，当志工们大家听到有一个跟身心灵有关的直播要开播了想想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嘛就当作打发时间好了啦就上线听听看内容好像还蛮生活化的感觉好像是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而且呢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结果呢想不到开讲第1集那一晚呢就有2000多人在线上共襄盛举那出乎我们大家意料之外就这样呢一讲再讲讲到今晚是满3周年的第157讲本来我是想说趁满3周年之际见好就收然而呢坐轿的要下来抬轿的却不要台湾话叫做坐轿的要落来跟轿上不耍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呢全部都解封啦，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也是走入历史啦，很多的实体活动实体讲座呢纷纷恢复了，所以现在开始要计划要出国或者要去其他据点呢去分享或者关怀会务都好那这样呢还要准备直播的功课呢，时间的分配上呢可以说是明显被压缩了啦但因为很多人觉得听这个直播呢很受用很受益变成我们也不能只顾自己只好继续播下去但这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也就是呢用智慧安排时间，用技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这3个是我自己用时间的一个准则啦，一个要领啦。那清晨时间呢一定要用，一定要善用；零碎的时间一定要把它妙用这样呢零碎时间就变成黄金时间时间都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生活品质自然是很精致嘛所以还是要心存感恩有这个机会啦尤其感恩我们20几位呢幕后的跨国团队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台湾，尤其呢要感恩我们大爱电视台全力的协助更是呢品质精良的这个关键因素要感恩大爱电视台了那除此之外呢最要感恩的是3年来呢不离不弃的线上同修们有各位的这个以情相牵以法相会才能让3年来的直播点阅次数呢突破了200万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成就的一大事因缘那我要再利用这个3周年之际呢透过这个直播的机会呢真诚的深深的向诸位呢道万分感恩之意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必再去回忆未来的还没有来，所以也不必提前操心最重要的是把握当下，因为呢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什么是永恒把握每一个当下，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今晚的读书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这是
40多年前啊，《楚留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这首歌呢，跟《上海滩》一样啊，都是红极一时也脍炙人口的电影主题曲。那我们现在回味一下这首歌了啊，大家一边听一边注意那个歌词，体会一下歌词的意境。湖海使我胸襟，河沙漂我影中，雲彩揮去卻不去。仍得一身清風，塵沾不上心間，情牽不到此心中，來得安去也寫意，人生休說苦痛，聚散匆匆。莫牽掛，未記風波中英雄勇，就讓浮鈴輕拋結我。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獨行不必相送。好，歌词是没有几句的哈，甚至字也很少，也没有很难懂的文言文呐，但是它抛出一个很轻松的氛围啊，就好像一个江湖的游侠四处游历呀，不停留在任何一处，就算有令他留情的地方呢，也不能停下脚步啊，因为游侠就是无根的浮萍注定要四处游荡啊，四处流浪啊。不能有任何的牵挂，所以歌词里面“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啊，这歌词写得非常文雅优雅啦，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可以抛下，什么也没有。人生在世，有一些珍贵。像我们身怀明珠的一般的东西比起外在的事物呢，重要许多了啦甚至呢，比虚华的名誉呢还要重要，何必去计较太多呢？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要去珍惜的那些不必珍惜的东西，有什么不能放下呢？我们不是要探讨他的歌词的因为歌词是对一个游侠的心境的写照啦。我们参考就好。我们要探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曲目叫做“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这几个字呢，有很大的遐想空间跟探讨的空间每一个人迟早有一天，在自己人生的舞台呢，曲终人散的时候呢，会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各位看看那些修行很高的高僧大德啦，或默默无名的贩夫走卒啦，或我们的至亲好友啦，每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都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其实也不是不必相送，而是根本就没人相送。人家顶多是祝福我们一句一路好走，快去快回吧顶多是这样子。夫妻本是同林鸟实现来时呢各自飞个人生死是个人了临终之际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呢走完这一生甚至在走之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孤独跟寂寞躺在病床上就是这样子那病苦也好，辛苦也好，心灵的心身心的煎熬呢，都要自己去承受，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替代。因为别人的福报是别人自己所造，我们享受不到，
自己的业报也是自己所造，别人也无法替我们受报。即使子孙成群来陪伴苦的人还是你啦，没有人可以分担你的苦啦。家财万贯的富豪，生病时虽然可以住在特等的那种病房，但是病房再怎么豪华，也不能减轻病苦啊！连驰骋沙场的那种英雄都最怕病来磨啊！一旦重病缠身英雄都会变成狗熊有一句话说：“努力一生拼小康，无常一来花光光。”好不容易身材有道而成为富豪或者小康家庭但是呢，身处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心却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也就是身在天堂心在地狱这样也是腹中之贫精神也是苦不堪言虽然每天可以穿金戴银看起来还是风风光光但是心事谁人知心事谁人知有一个很富有的人除了原配之外呢，又娶了3个小老婆。有一天呢，临终之际呢，他即将往生了啦，他很害怕就把3个小老婆找来他就问了第一个小老婆：“我生前对你这么好，还经常带你出国旅游，现在呢我要往生了，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走呢？”这个小三就回答了：“哎呀，老公虽然你生前对我很好，现在你要走了，我当然也是会伤心可是我顶多在你的灵前上个香，致个哀悼之意，我怎么可以陪你去死呢？”哇，那这个妇人就很失望了就再找第2个小老婆。哎呀，我生前最珍惜你在你身上花了好多钱给你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现在我要往生了，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死呢？这个小三回答说：“你要走了，我当然会很不舍，不过我不能陪你去死顶多送你到你埋葬的坟地2个小老婆都拒绝了，只好找第3个。第3个是最年轻的最漂亮，身材也最好。那妇人就跟他说哎呀，你青春貌美3个小老婆中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啦在你身上也花最多的时间那我一生忙碌工作呢，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你啦。现在我要死了，你可以陪我一起去死吗？”这个最年轻的小老婆回答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以陪你去死呢？你要死了，我也是会很难过但我不但不能陪你去死，而且你死了以后呢，我马上要去找别人的啦，跟别人走了啦。”哇，3个小老婆都是他生前的最爱但全部都不跟他去死。这个时候呢，陪伴一旁的这个原配大老婆呢出生了，他就跟他这个老公讲老公，你生前最不在乎我，最不重视我，对我不理不睬，现在你要死了，你的3个小老婆呢都不能陪你一起去。既然今生今世我一开始就嫁给你，就跟着你，现在我也决心要陪着你，跟着你一起去死。好，这个寓言故事讲到这里相信各位也猜得出来了答案揭晓，生前吃喝玩乐在一起的小老婆指的是谁亲朋好友啦。第2个，生前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就是指什么？指这个身体啦那第3个，生前为他忙碌一生也最爱的年轻的小老婆，指的就是什么？就是金钱。那生前最不重视也最不理睬的原配，指的就是什么？业力啦。所以整个故事它就是在彰显一个大道理用譬喻的方式来彰显这个大道理就是千山我独行，没有人相送，只有业相送只有业相随啦，业随身的意思啦
那刚刚讲的大老婆，你生前最不在意她，可是她到死都紧紧跟着你呀，也由不得你啦，你不要也不行，我就是跟着你跟定了，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啊，人生不只是死后万般带不去啦，连生前很多事情都万般带不去。这个就有人会纳闷了哦，这死后带不去，哪有什么生前带不去的呢？好，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讲了啊，大家一听就会恍然大悟了。现在有一些老人啊，儿女各自成家立业啊，没跟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嘛。有些是子女都长期住在国外，那老人原本独居啊，生活还可以自己打理啊，日子也算过得自得其乐了。但随着年龄渐渐长大，越来越大了，总有一天会碰到行动缓慢、生活慢慢的无法自理的这个状况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呢，生活在海外的这个子女呢，没有办法回来陪伴，那搬去养老院住呢是唯一的选择嘛。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现在有一些管理比较好的环境比较好的养老院呢，要价不低哦，每个月一个人呢都要好几万呢。那这个还好，把自己住的房子卖掉就有钱了嘛，反正都要搬去养老院啊，房子没人住啊，对吧？养老院又需要费用啊，那总是要留点现金在身上啊。但是要搬去住的时候才发现，平常自己的嗜好像是收集古董啦，或者几棵常年修剪得很好也照顾得很好的盆栽啦，或厨房里一大堆的锅碗瓢盆啦，以及满柜子的衣服啦等等，这些也是万般带不去养老院啊，是吗？因为养老院里呢，即使是单人的房间呢，也是空间很有限，你一个人住，但是里面空间很有限，一个单人床，一个小沙发，一个书桌，一个小衣柜，一台电视，一台洗衣机啊，跟几个家用的小家电就已经摆满了啦。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以前家里一大堆心爱的东西，最后也都不是自己需要的，也是带不走的，不是死后带不走，生前就带不走了。那这个道理呢，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看啊。那我们要提早觉悟了啊，觉悟家里东西呢，要越少越好，才会牵绊越少，挂碍越少，这样活得才会自在，才会死得安详啊。所以明知将来会带不走的东西，现在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囤积。要往生的是唯有业随身啊，要去老人院就要什么？唯有存款随身，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月要付好几万的费用啊，财产也不必都留给子女，把自己安顿好比较要紧啦。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老人家自己照顾好啦。现在的人呢，不是养儿防老啊，而是养老防儿啊，这个比较务实一点的，也是比较善待自己啊，那太有道理了。这个道理看得开就好办了，那看不开就很难办了。这个也是一种大灾教育啦，也是生命教育啦。那夫妻再怎么恩爱，最后还是会有一个人先离开啊。母子也好，父女也好，再怎么连心呢，最后还是会缘生缘灭啊，陆续离开了，甚至是白发送黑发都有啊。有些人是胎死，有些生命是胎死腹中啊，有些是一投胎就离开啦，难产啊，不是吗？有些则是年纪轻轻就意外或者因病而往生啊，有些则是很长命但很坏命，有些则是很好命但是很短命啊。有些人是什么？越认命所以越好命。那有些人则是什么？越算命越没命等等这就是生命教育了，也是生命的学分学分修够了才能毕业，毕业证书拿到了
就能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那学分修不够，就会千山我独行，跌跌撞撞啊。跌跌撞撞的人生，自然是曲折离奇、颠沛流离呀，很辛苦啊。那生命的自然现象跟自然法则，我们要了解，有了解呢，就不会害怕了。会害怕是因为不了解。因此呢，认识生命是很重要的生命课题啊。认识生命，简单讲就是认命啊。要认命才会好命啊，这个是我们读书会第53讲的主题啦。想要深入认识生命的人很多所以这一集有4.3万的人点阅啊，很多人点阅，因为里面很多观念跟我们的生命或命运呢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很有兴趣了解所以关注的网友很多嘛，上网去看的网友很多那既然千山独行，没人相送啊，那没人相送就会让人感觉什么？很孤独啊，不是吗？没有人来送我，我就很孤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适应孤独跟寂寞，将来才不会害怕孤独跟寂寞。那有修一生之德的人呢，有修德的人呢，他的心是比较平静跟清净的，所以他不但不会害怕孤独跟寂寞，甚至可以把孤独跟寂寞呢当成一种享受啊。这样就可以讲修行，讲道德了啦。那相反的，如果把孤独寂寞呢当成痛苦甚至让它恶化成为空虚跟失落，那这个就很要命哦。所以人如果要好好的活下去就要经得起孤独跟寂寞的煎熬不能害怕孤独跟寂寞。这个就要有方法，方法就是要学习把心建立在静跟定的基础上面，而心要静跟定也有它的行动纲领它的办法啦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跟作息，这个很重要，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说简单吗？很多人却做不到，因为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积习难改了。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脾气还好改，习惯很难改，习惯是从小养成的这人不怕生的孤独只怕心的孤独也不怕生的寂寞，只怕心的寂寞。上个月呢，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雕塑艺术大师朱明大师在家里轻生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嘛享年85岁，大家很震惊这么一位有成就又是国际级的艺术家，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媒体就说他是久病缠身而厌世但是久病缠身的人很多大家还是珍惜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努力要活下去到处看医生吃药那为何大师会走上这条路呢？那有一位了解大师的这个艺术界的前辈呢他对大师有点了解，他有感而发的说了再怎么顶尖的艺术家或艺人也好啦，名人也好啦，也都是凡夫啦。所有凡夫都需要别人适时的鼓励跟安慰，尤其是有顶尖成就的人呢，更是处在高处不胜寒很容易变成孤家寡人因此心灵呢，难免也会有孤独跟寂寞的时候。如果朱明大师能够适时的得到这些鼓励跟安慰的话呢，心灵可能就不会这么寂寞跟孤独了啦这是他这位朋友呢发表他的看法啦。那寂寞跟脆弱没有得到适时的疏通跟抚慰的话呢，继续恶化下去，就会成为空虚跟失落。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忧郁症的前兆久病不愈的病苦虽然会让人受尽折磨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则是心灵崩溃对活下去呢没有信心了。这是最后一道的防线这个防线被摧毁以后呢，人就走上绝路了，变成会自我封闭。
这个时候求死的意志呢是非常的坚定的，受业力牵引的，谁来都挡不住。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心智要成长，必须透过修静跟修定，刚刚讲的嘛，动中修静，乱中修定。这心中有法的人呢，心灵就比较不会空虚了。即使他处在这个动静跟乱境之中呢，或处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他都有办法主宰自己，掌控自己啊，让自己呢身在人群心是独处让自己呢随时安稳跟处在安稳跟安定之中啊。那有这样子的功夫呢，才不会害怕孤独跟寂寞，也才能把孤独跟寂寞当成享受了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才说心中有寂静，人生不寂寞嘛。也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非常深邃的哲理先要有止，停止的止止就是身心有寄托。那身心跟生活有寄托，就会安定下来嘛。那安定下来就会怎么样？就会很宁静那宁静下来就会安稳嘛那安稳下来之后呢，这个思虑才会清晰，头脑才会清楚这样就会心得跟体会满满才会有所得，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是有顺序的啦从止开始到定、静、安、虑、得最后一个得嘛这个是循序渐进，没有办法一步到位的。所以学佛也好，修炼也好呢，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班必须一步一脚印呢，去日积月累才有办法。总而言之人可以孤独跟寂寞，但不能空虚跟失落，这个两个要区隔清楚不能混为一谈这个好像棒球的高飞球接杀跟全垒打得分，那是一线之隔但是状况跟结局却是两极截然不同这道理是一样的人生难免碰到不如意或不开心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不如意的时候可以失意一下就好那不开心的时候可以伤心一下就好不要太久要快恢复到正常跟平常心这样才不会呢颓丧而悲观丧志意思就是说不让它恶化下去设一个停损点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在悲伤中要展现笑容，在痛苦中没有悲观的权利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呢。不过只要有心学习就不难，因为一回生二回熟，3回就变高手了。就因为难，只要我们透过学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有时候要用一点方便法，叫做强迫学习，由不得你意思是这样子，强迫成长强迫学习有一个道理很奥妙悲伤中的笑容呢，可能会有一些勉强对，这么悲伤的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但是你就是这个方便法那悲伤中的这种笑容很勉强嘛，可能是什么强颜欢笑，皮笑肉不笑再怎么样你都要把它让它笑出来，可能是一种假象嘛，我心里这么不好还叫我笑笑出来了，但是这个假的然而这个却是世间法的方便全教这个能够一旦启发出来也持续下去的话呢，自然就假酒就成真嘛，假故嘛变真的在佛法上这个叫做借假修真，也就是真真假假啦，假假真真啦，那到底是真还是假其实呢非真亦非假啦，真假其实是一体两面。懂得这样的道理之后呢，就可以把辛苦不满
转化成为幸福美满，也可以把痛苦转化成什么？痛快。关键就在一念之间了。虽然有两个面啊，但是却是一体呀。这个就是不二法门了。还没有锻炼过的心灵很难耐得住孤独跟寂寞当然也很难千山我独行独行就很孤独了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没有经过锻炼的心灵呢，也会很脆弱就好像明明知道会有考试呢，你却偏偏不去准备，不去练习，这样考试要过关也是很难嘛，道理是一样啊。那千山我独行，这个独行它本身刚才讲本身就有独处孤独寂寞的这个意涵所以要能耐得住独处时候的孤独跟寂寞呢，才会拥有一份平淡如水的这种心境也就是心静如水的那种心境刚刚第一个心静，那个静是安静的静，心静如水的心静第二个是境界的境这样才能够做到不必相送，不必跟任何人牵扯或任何事情牵绊都不用，自己一个人潇洒走一回，什么都带不走没关系，潇洒走一回没有经过锻炼的心灵呢，当他感到孤独跟不甘寂寞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向外寻求慰藉一般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借着找寻各种不同的娱乐去获得心中的快乐，并且把这个当作生活的寄托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更会这样子做然而享受完感官上或短暂的快乐之后呢，没有了，快乐就没有了，他还要继续去找寻下一个快乐就这样呢，一直忙着追逐快乐反而让快乐成为一种负担快乐成为负担就不快乐啦其实在佛的眼中呢，我们都是很躁动的人很难独处动有余静不足，就讲就是这个意思那佛所说的这个躁动呢，不光是指身的躁动而是指心的躁动独处也不是身的独处而是心的独处因为身的独处很容易但是心的独处就不容易独处在佛法的修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许多佛教的那个经论中都有记载着有关独处的这种教戒这种教法那身独处是指一个人单纯的远离人群，独居森林不跟人接触这个身独处那心独处是指什么？是内心的独处内心不跟烦恼纠缠不跟任何的人事纠缠也不与贪爱呢共住捆绑一起所以一般都以为独处，一般都以为说独处是要远离人群那自己一个人的去独居山林修行断绝与任何人的接触所以很容易误解说独处都不需要善知识的我自己一个人我干嘛另外的人不是这样子菩萨道的独处并没有离开人群还是处在人群中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一个人独处修行的同时呢，还是需要亲近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可以适时的提醒我们，确保自己的修行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并协助我们呢来克服修行过程中呢所碰到的种种的障碍、困难、挫折、逆境等等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很重要所以呢，独处跟亲近善知识这两个之间呢，不但不存在的矛盾，两个是没有矛盾的而是怎么样相辅相成的所以儒家也告诉我们要慎独告诉我们要慎独，谨慎的慎，也就是说，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呢，你更要小心谨慎一个人往往在众目睽睽之下呢，他不敢做坏事因为大家会看到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就很难讲了很容易呢就升起坏的习惯出来了，坏的念头，因为别人看不到
所以有人说十字街头好修行在充满各种境界的那个闹区里面或人群中呢，都是修行的最佳场所嘛。以前我们有讲无处不到场嘛，也是这个意思嘛。虽然讲无处不到场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修炼道场，还是要有到处都是道场没有错但是不能否定说我有自己修行的道场两个是不冲突的。因为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他的自己的道场嘛。佛陀时代也是一样白天出去托钵，完了之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精舍回到精舍大家一起共修托钵是外行然后调心是内修要共修常常在精舍进出自我修炼自然就会潜移默化熏习到良好的气质跟仪态因为道场有道规嘛，会约束你嘛得到约束就会比较有好的身形仪态嘛。那在外面红尘滚滚就比较容易被社会不良的风气所感染或影响嘛。所以生活也是要规划，人生也是要规划人生有规划就是为理想而工作，人生不规划那就是为生活而工作。这两个不一样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啦，而不是为生活而工作啦。为工作而生活的意思是，生活是为了实践有意义的生命的价值，那是有理想跟抱负的。那为生活而工作呢？意思是说我为了要生活嘛，为了要有饭吃嘛，为了要活下去嘛，所以不得已要去工作嘛。所以一个是理想人生一个是无奈人生那赚钱之道也是一样几十年来大家都看到嘛，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发大财那最后又怎么样呢？也是难逃，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哪一个人可以带走呢？也违背不了这种天理法则最后也是离不开有若无实若虚啦。什么叫有若无实若虚提醒我们世俗的功名利禄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离开人世啦，所以也是要学习把它看透看开，日子才会过得无忧无虑清安自在那辛苦一辈子赚来的钱就只有拿去跟医生分或拿去买药，那实在是很不值得啦即使你没有跟别人分你也是一毛钱都带不走嘛。这个道理懂了也看得开就有办法的啦人生要解脱就有办法的啦。牛耕田一辈子没有一块田是牛的，对不对？那上下班一辈子没有一份事业是属于自己的，即使你是老板，功劳也不完全属于你的啦，有些功劳是属于员工的。那名利是一时的，财产是子女的，身体是短暂属于你的。为什么短暂？因为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人生只有一样东西是真正永远属于你的就是业力嘛，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嘛。那业力跟因果，他们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其他万般不必相送，就是这个道理对，以业力跟因果来讲他会说，我跟你走，其他万般你不必相送。其实呢，还有一个道理呢，更重要啦。即使你很会赚钱也很有钱但是都比不上身体健康来的重要啦。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但是有些人会说，我就是趁身体健康的时候，赶快多赚一点多存一点将来生病的时候要买药或动手术才会有钱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啦。不过我跟各位报告你这么用心准备将来要看病或医疗的钱那这笔钱准备的越大笔呢，将来的病就越重，拖得就越久。为什么？因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有人会不认同你怎么这样子讲呢？这是未雨绸缪是在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这样讲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啦。
不过我再跟各位报告，你这笔医疗的钱准备好了，如果还很健康，还用不到这笔钱，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人生病没钱买药，或者要动手术没钱，你赶快把你这笔医疗的这个基金拿出来帮助别人，这样别人就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了，可能也不用动手术了。有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这个是很正确的，也很好。但是最好也能把它用在无常来临之前呐、这就是佛法所说的预知来是福啦。台湾话叫做做起来炖呐，无常还没有来临之前，就把它囤积起来了，或者怎么样，把它用出来。我刚刚讲的用出来嘛，简单讲就是种健康的因呐、得健康的果啦。这种因果是历历不爽啊！你不相信的话，也不会违背这个真理啦。亘古今不变的真理不会改变的啦。相反的，如果你是用在无常发生之后，发生事情了才拿钱出来，生病了拿钱出来意思就是随缘消旧业啦。台湾话叫做做起来度啦。发生事情的都小抵债的意思啦。那你花钱可以消灾，还算庆幸哦。花钱呢消不了灾啊，这样就很不幸了，甚至会很要命的。以上所讲的这个就是正信正念的佛法，正信的佛法。那如果能够照这样子的道理去实践佛法的话呢，就是智者之人呐，正信的佛教徒啊。其实很多道理人人都懂了，但是就是做不到，所以才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道理知道，但不去行动，这样还是叫做不知道啦。知道道理也去付诸行动，这样有教法也能印证，叫做信解行证。学佛4个次第，这个时候叫做体解。经文并不是要我们去了解大道哦，而是体解大道哦。了解跟体解是不一样的，有经过行动的了解叫做体解，没有经过行动的了解叫做知道，两个意境是天差地啊。你都不运动健身，那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对你来讲，你只是知道，但听不懂听不懂，听得懂就会去做，那不去做就是听不懂，只是知道但不去做，还是叫做不知道意思是这样子啦。那正言上人看到一些大企业家来拜访言谈间也都会问他们你一天3餐费用需要多少钱？可是看你忙进忙出的，人到了金色的电话还是不停，遥控事业，身在金色，心在公司，很不自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叫做不自在。那上人就问他：你到底在忙什么？哎呀，上人啊，我多赚一些钱才能捐给慈济啊，才能捐给你啊。上人怎么讲？我是要你的人，不是要你的钱。更何况钱也不是你想赚就赚得到，福报不够，做到死就赚不到。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了。其实呢，即使有福报赚钱，也要有智慧用钱啊，否则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句话不能说完全对啊，但是也不是完全错了关键就在于用钱的观念啦。因为钱就像水一样啊，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啊，可以让人造善业，也可以让人造恶业啊。所以才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更必须用之有道啊，不止取之有道，还要用之有道啊，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呢。那钱财是身外之物佛家学佛都知道嘛，5家所共有嘛，因此我们不取不义之财啊。但是呢，善于理财者呢，却可以将世间财呢换成智慧法财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佛陀就教导我们嘛，理财的方法，把世间财物分成4份，叫做4分法。
怎么样利用钱的用钱的意思啦。有4个啊，第一个供养父母，第2个培育子女，第3个家庭生活，第4个社会福利啊。你把你的钱呢，透过这个4分法来理财啊。刚刚这个4个就是把钱花在上面，那这样就是把世间财呢化为永恒的法财啦，这就是用智慧处理钱财，这个很值得我们参考了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也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